大家好，我是 Amanda。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超级简单的 cheese， 有多简单呢？你只需要这样一碗牛奶，然后加上几个柠檬，最后还有一点盐就好了。总共就这3个材料。这种方法做出来的 cheese 有很多种的说法，可以叫它奶油奶酪，或者也可以叫 ricotta， 也可以叫乡村奶酪。但不管怎么叫，它其实本质上都是从这个牛奶中提取出蛋白质来。首先，牛奶需要加热一下。最好是有个温度计，小火慢慢加热。牛奶请选择全脂的巴氏奶，最好不要用常温奶或是脱脂奶。到70度左右关火，慢慢加入柠檬汁，加一点就搅拌一下。我这里差不多是4个柠檬，可以挤出120毫升的柠檬汁。差不多4个柠檬汁加进去后，就会开始出现絮状凝固物。需要加多少柠檬汁跟牛奶的品质有一点关系，这里给出的是一个参考。这个过程和点豆腐非常像，接着静置等待一会儿，差不多15分钟。这时候应该可以看到析出的这个乳清相对比较清澈了。你判断它成功的标志是这个乳清有一点偏绿色的感觉。找一个筛网铺上细纱布，把凝结出的奶酪舀上去过筛。这步可能会有点慢，有一点耐心哦。等奶酪基本上看不到有明显水分的时候，纱布包上去。接着我会找个重物压一下，这里又有个小技巧哦，拿个保鲜袋装点水，系紧，拿它来压在上面，因为水会流动，所以它可以均匀的把重量释放上去，是不是很机智？放入冰箱冷藏，至少需要4小时，最好是可以隔夜。经过刚才那一番操作，除了在冰箱里等待的 cheese 之外呢，你还会有这个副产品，就是这样一大盆的乳清，这个就是从牛奶中分离出来的。乳清的用处其实挺多的，不要浪费掉了。首先呢，你可以直接喝它，就把它冰镇之后加点糖，就当饮料喝就好了。但是前提是你要确定里面有乳糖不耐，因为这个乳清里头乳糖的含量是很高的。第二个用处呢，就是可以用它去做各种发酵类的面食，比如包子、馒头或是面包之类的，就直接把它替换水就可以了。用乳清去做面包，面包的组织会特别的细腻和柔软。此外呢，你还可以用它来煮汤，比如说煮各种蔬菜浓汤，或者是把它作为奶昔的基底，用它来替代牛奶、酸奶之类的，效果都很好。那现在我们剩下的就是要等冰箱里的 cheese 做好了。压好之后，奶酪会变成这样一整块的，这时候是没有任何调味的，所以只有奶香和柠檬香而已。把它转移到碗中。加1小勺盐，最好用海盐哦。用打蛋器打发一下，你会发现之前像豆腐渣一样的奶酪会变得顺滑起来。如果你有料理机或者是料理棒，也可以用那些机器来打，效果是一样的。有些人可能会在这一步发现奶酪没有办法变得顺滑，依然呈现颗粒状。最大的可能性是你前面牛奶的温度太高，那样会让奶酪的质地变得比较老，依然是可以吃可以用的，只是它质地会没有这么柔滑。之前3升牛奶差不多可以得到这样的奶酪450到500克左右。这样搅打过后，找一个小容器装起来，上面随便放一点薄荷叶装饰就好了。搅打过后，它质地非常柔滑，吃起来是有一点点咸味，还有清淡的柠檬香。非常适合拿来涂抹饼干或者是法国面包之类的，早餐吃是很合适的。那除了用牛奶之外呢，其实奶油也是可以有类似的做法的。用奶油做出来的呢，它更接近于马斯卡彭，就是大家做提拉米苏会用到的那种芝士。一会儿呢，我会用这种牛奶做出来的芝士和奶油做出来的马斯卡彭芝士一起来做一个自制的芝士蛋糕。和前面的牛奶一样，奶油也需要加热到差不多70度。150克奶油需要柠檬汁2小勺。搅拌后你会发现它立刻变得浓稠了，和牛奶不一样，它不会结块，但是会变浓稠。接着一样也是过一下纱布。把它放到冰箱冷藏，也是一样，至少4个小时，最好是可以隔夜。接下来我们就用自制的奶酪来做一个烤芝士蛋糕了。烤箱预热160度，然后消化饼干放在保鲜袋里头，敲敲碎，碾成细沙状。把黄油放微波炉转个50秒左右融化，融化的黄油加进去，用手把它捏匀。现在需要一个6寸的活体蛋糕模具，最好是有不粘涂层的。饼干碎放进去，在底部铺均匀，稍微压紧实。
放冰箱冷藏15分钟定型。然后之前做好的 ricotta cheese 我们需要300克，加80克细砂糖打发，磕1个鸡蛋进去，打均匀。在鸡蛋的乳化作用下，奶酪会变得更加的顺滑。这是之前的马斯卡彭，差不多150克，打均匀。最后加2大勺玉米淀粉和香草精几滴，打匀之后蛋糕糊就好了。冷藏过的模具拿出来，为了让它进一步不粘呢，最好是在这个内侧再涂抹一些黄油，然后撒一点低筋面粉上去。拌好的蛋糕糊倒进去，表面刮一刮，轻轻磕一磕，放入预热好的烤箱，160度，差不多需要烤60分钟。烤好的蛋糕就是这样了，表面会有一点上色，晃一晃模具会发现它中间还有点晃动，这是很正常的，并不是它没有烤熟。让它彻底冷却，脱模放入盘中。这种烤过的芝士蛋糕冷却后中间会有个凹陷，正好可以用来放水果，抹一点草莓酱，再放一些你喜欢的水果，我放的是树莓。这样就做好了。这个芝士蛋糕里用到的 ricotta 和马斯卡彭这2种芝士都是我们自制的，而且都用到了柠檬，所以烤出来的蛋糕也有淡淡的柠檬清香，并且做起来非常有成就感。吃起来有很浓郁的芝士香味，很顺滑，但也不会很腻。希望你们有空试试会喜欢咯。今天就到这儿，下期再见了，拜拜。YouTube 的观众你们好，如果还想看我做什么菜呢，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哦，每周3都会有更新。咱们下周再见了，拜拜。